好，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一款玩具配色的擎天柱 EX 的编号。其实说起来 ，NA 基本上每一款模具吧，它都会做一个玩具配色的版本。而且 NA 的美工师其实很适合做这种重涂的东西，他每次做这种不同的版本的配色都能找到出处。而这种记忆玩具的配色呢，也是非常用心的。首先看一下外包装上边的一个峰会展示，非常还原记忆老玩具的一个包装样式，只不过后边没有那个立卡了。侧面这里玩具的实物和背后一个玩具的实物图片。配件内容一份说明书，除了之前原色版本所配备的替换手型和枪斧之外，这一回的玩具色里还会带一个之前老威版本的一个玩具色的面雕，这也是仿记忆玩具的样式出的。其实动画里和玩具里边的小滚珠出入还是挺大的，这个衍生到了后边就变成了美日版配色的一些区别内容。其实到了后来美版的一些擎天柱里边，它还会带蓝色的小滚珠，但日版也是为了更贴近于动画，会上一层银漆吧。但是车厢这一回是全上漆的，整个上了银漆以后，这个车厢会特别的漂亮。打开以后，里边的内构也是上完漆以后非常的闪亮啊，这些细节自然加了漆以后，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非常的不错。同时呢，之前也是纠正一下自己的一个错误吧，之前我并没有找到这个维修舱的一个驾驶舱盖抬起的方式啊，其实它是能打开的，只不过这一回它的轴隐藏起来了，放在了后边这里啊，其实是可以打开的，你得按一下后边这个地方。翘起来这个边儿不错啊，而且这一回整体来说吧，都是变成了这种深蓝色偏紫一点的这个颜色，也是很符合老玩具的一种配色方案。整体来说的配色方案是完全仿造记忆玩具的一个样式来的，头雕是完全重置的，和之前的样子完全不同，而且这一回的样子呢，也是更像是老玩具里边的一种感觉。肩膀上有增加银色的涂装条纹，包括胸口的这一块变成车型的时候也有展示。胯部和大腿的地方可惜没有上电镀啊，之前的老玩具版本是一个电镀色，很闪亮。不过想一想，这块的变形如果加了电镀可能会更厚吧，但膝盖和脚丫子这个地方的涂装就很有味道了。其实这个涂装的配色方案也是仿着记忆的老式贴纸来的，跟这个贴纸几乎是差不多啊，但也得看细节的地方。其实记忆的贴纸的地方这些细节刻画是不一样的。 NA 的膝盖这里贴的应该是一个同样的色块吧，所以这里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当然背后这里就不用看了吧。说起来这个玩具背后的故事啊，就让人想起来很多人也是一直在想问一下，这个擎天柱记忆的老板究竟是谁设计的？当然现在网上有流传着很多的版本，有的人说是和森正治，有的人说是大野光人。所以呢，今天的玩具的故事主要还是讲讲记忆玩具擎天柱到底是谁的设计啊？其实在很古早的时候，塔卡拉那个时候还不叫变金刚，在大亚克隆时期呢，塔卡拉就想做一款由大型的车厢拖挂变成战斗要塞的这么一款大型的平头卡车的变形机器人。所以呢，也是开足了马力，召集这些人才，做出来很多的设计吧。可以看到这张早期的设定稿里边，擎天柱的原始形象，它是有很多玩法和功能的。当然，在后续一系列的方案改进中，这些东西也是被舍弃掉了。而且不光在车厢部分，小滚珠和后续的一些维修平台吧，之前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互动方式和玩法的。而且在这种古早的设定图里边，其实就出现了油枪，这个一直被继承到了记忆玩具的早期和 THS-02。当然最早的大亚克隆版本里是有这根油枪的，所以呢，和森正治在第一批设计擎天柱的这些设计师中，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情感的，所以到了后来他制作 THS-02 的时候，也是把这根油枪继承了下来。当然后来呢，无论是油枪还是大亚克隆时期所带的3款带磁铁脚底的小人，以及配合小人在车厢内使用吸附的2块铁片，也在后续记忆擎天柱不同的版本中慢慢把这些配件全部都舍弃掉了。当然这个只是后话了。
甚至在古早的这一款擎天柱原型机设计图上边能展现出来的一些变形结构，我们看其实有一些地方已经大同小异了，和后来的 G1 擎天柱的那种设计灵感是很接近的。但车顶的这一块以及进气格栅还有保险杠的变形却是很有趣的。但最后嘛，我们也知道在 G1 的玩具上把这些东西完全的阉割掉了。如果说能把这些当时设计的原概念一直保留下来的话，那 G1 的擎天柱应该会是一个更精彩的变形演示。但近几年我们也貌似从 MP44 上找回了当时原始设定稿里边这个车顶向上翻折的这么一块的变形机构，算是能给这个古早的原型机有了一个重新的演绎诠释吧。在车厢方面的一些设计还有一些弹射的机构也是在原始设定稿中早已想好的。当然很多想法事与愿违，最后这个试座机做出来的完成样子，想着也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吧。这个东西阉割掉了非常多的一些晚点，甚至变形结构，以及最后车厢也只是简单的做了一块拖挂。所以看到了情况不妙之后，当时的塔卡拉高层们也是开会决议，从当时一大堆的设定稿里边来回的翻腾，找到了这一款名不见经传的小资辈儿的设计师和森正治的作品，也就是我们画作上看到的这一批的设定图了。其实这个就要说起来，在当时的一个塔卡拉玩具开发过程中，设计师是分两种职业内容的，一部分是作为原画设计师，也就是说你得凭空想象出来他得构建出一个怎样的外貌，他的车型是如何，最后还得设计出他身上的这些零件到底有什么作用，如何去转换。而这些工作是和森正治作为一个设定的原画师去制作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在流传和森正治是G1擎天柱的设计师，其实也不算错，因为他确实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版的一个固定的原画师，而当时的这些高层决策选定的也是他的一个草图方案。但其中还有一位现在已经不怎么为人熟知的设计师，他的名字叫做小原弘之。虽然不及后续的一些设计师名气大吧，但对于当时来说，小原弘之也算是塔卡拉的一个主力设计师之一，他就是负责变形结构的一些逻辑设计，所以呢，这又和现在的一些第三方的设计团队有些相似，有负责美型的美工师，有负责结构的结构师，他们就共同的创造一款新的作品，而当时的小原弘之最终成就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G1擎天柱最终的形象。于是他们马不停蹄的赶快为这款作品申请了专利，以至于当时这款设计其实身上很多细节还并没有完工。我们看到的车厢部分以及头雕的一些细节雕琢，好像和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些许的差异，但最终的素质来说，这款设计也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不朽的经典，G1的擎天柱的前身。戴亚克隆版本的 Battle Comboy 最终成就了后续变形金刚史上一位最伟大的领袖。聊了这么多，回到这回 NA 的这一版G1玩具造型的擎天柱，确实做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味道。可以说，其实我对 NA 家的这种玩具配色一向都是评价很高的，他们对这种玩具配色上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色泽方案，还有这些细致的贴纸刻画，都是比较上心的，同时还能做一个跟玩具一样的新头雕，这一点是让人感觉非常棒的。所以呢，这一款的变形也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许多遍的了，毕竟是一个重涂的作品嘛，我们就来快速的变形，看一下它最后的车型如何。车头的位置也是继承下来G1玩具上才有的这个银色的线条，其实在动画片里边，这个银色的线条应该是被作画后续省略掉了，但有一点可惜的是，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转轴，所以银色的这一条并没有贯通的涂过来，把这个转轴的位置这里省去了一大块。窗眉这里有一圈银色的勾边，其实在它最早出来的动画配色版本中，这一圈是没有涂装的，所以这个车头在玩具版 EX 编号这个配色上边会显得比原色的版本更加的细致一些吧，我觉得会更喜欢这个车头一点点。NA 这家厂子是一个非常会利用模具重涂的厂家，他们把这些配色也是玩得溜溜的，甚至每一次在新模具公布之初，也会把后续的一些版本的模具配色也都给你公布出来。可以说
目前来说，擎天柱出的这么多版本的冲突里边，我个人最中意的还是这款 G1 玩具色了。它很适合 NA 的这个模具，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它涂成玩具色会更好看。又或者说，确实 NA 的这个重涂的师傅，在无论说调色，还有一些选色方案的处理上，以及最后的一些美工修正上边，也确实都是下了心思的。那么得嘞。今天的这一期玩具背后的故事，我们继续跑到了 G1 的古早的真正的设计师。或许大家现在都对大野光人、于家英昭等这些老字辈的设计师们如数家珍，甚至和森正治这样的老妖怪也成为了设计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G1擎天柱对于我们变形金刚的玩家来说，小圆弘之这个名字我觉得值得被大家铭记。所以这一集玩具背后的故事我们就到这里，最后让我们在G1老前辈的擎天柱变形的过程中结束我们的这一期吧。